下。你这样的美人，要是一心一意的对我，该有多好啊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赵平被太子殿下欺负了，混账东西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走。你哭什么？刚刚魂儿都快飞了，现在有什么好哭的？皇后娘娘驾到！儿臣向母后问安。皇后来兴师问罪呢？哼，皇后算什么？等会儿就让她知道我的厉害。哼，你还知道我是母后？站住！中宫乃是本太子居所，你一个小小的侍卫敢踏入殿内，活腻！我乃皇后娘娘贴身侍卫，负责保护皇后娘娘安全。贴身侍卫，高级点的看门狗。贴身侍卫。高级点的看门狗，狗东西，你这个刀要是拔出1寸，就是蓄意谋杀太子，罪同谋反，株连9族。现在，你再给我拔个刀看看，不敢吧？不敢就滚出去，再往前1步，杀无赦。狗太子，皇后娘娘宰相大人谋事一成，我竟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太子，放肆！你怎能如此对待蕊儿？我如何放肆了？赵蕊乃是我太子嫔，我与她恩爱合欢，那是天经地义呀。怎么回事？今天这个李丞相是变了个人一样，完全不是往日唯唯诺诺的样子。你还敢造反？蕊儿虽然是你的太子妃，但你也不能强行逼迫。皇后这么激动，是吃醋啊？混账东西！你说什么呢？不是吗？父皇重病卧床不起，为了稳住朝政，1年前才立了你做皇后。如今你还是处子之身，是不是看见赵蕊有了第一次，你嫉妒吗？竟然说出如此污言秽语！皇后如此恼羞成怒，是被儿臣说中痛处了？你放开我！你不想要命了吗？你放了！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光明。要是被外人看见这一幕，我是死定了。可皇后你也慌了。太子，给我放开，否则本宫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你玷污清白的。你们赵家一直想毁了我，扶持你们的傀儡上我。现在要是被外人看见了皇后和太子一同贿赂，那你们赵家多年的基业岂不是全毁？你们赵家满门一个也活不了。我倒是无所谓，但你赵青兰真的不惧一死。平日那么废的太子，怎么会有如此之谋，如此胆量？我是破罐子破摔。要不然今夜你和赵蕊一起陪我共度极乐，明天一早咱们一起死。太子，你别冲动啊，有话好说。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，皇上呕血，情势危急，请速去乾清宫。今日之事，本宫不予计较，但绝无下次。若再敢得寸进尺，本宫定拿你是我。母后说笑了，有了这一次，当然也会有下一次。皇后，等等儿臣一同前去啊！拜见皇后娘娘、太子殿下。平身。这一世的皇帝老爷，你现在可千万不能死啊！否则我羽翼未丰，肯定要被赵玄清的皇后扣了。太子殿下请慢，皇上现在昏迷不醒，我等只能在这里候着，还望太子不要打扰皇上休息。你是谁？老臣陈怀志，内阁大学士。谁不知道当今太子是个窝囊的废物？
现在给他一个下马威，回头肯定能得到宰相大人的夸赞。父皇现在病重，危在旦夕，你竟敢阻拦我面见父皇，你到底案的什么情？你信不信老子现在砍了你都没人敢说话？你现在还只是一个太子，就如此残暴对待大臣，如此品德败坏，怎能继承大统？老夫定要死谏皇上，废你太子位！你个老匹夫，你且等着，你看等会儿是你死，还是我被废？你。父皇，儿臣来了。成儿，你来了。朕已经病入膏肓，时日不多了。父皇好好养病，您是真龙天子，有上天庇佑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朕的身体，朕知道，但朕现在不能死。你刚才的表现很好，如今朝政艰难，你能管好吗？这是皇帝给我的考验，我能不能皇帝老说他话都不敢把江山重担交给我，现在我的表现也绝不能上辈子学了那么多历史知识，终于让皇帝做一番。是生是死，就看现在了。恢父皇，朝政之难，难在外患，更在内忧。外患在胡人、匈奴，其兵强马壮，狼子野心，欲亡我大秦而后快；内忧在藩王割据，拥兵自重，实乃朝廷之大患。更有地方贪官污吏横行，朝廷大臣结党营私，为争夺权力，不顾江山社稷之安危，着实该杀。更有天灾连绵，北方大旱，赤地千里；南方洪涝，水灾泛滥。无数灾民被迫沦为草寇，以至于家不成家，国不成国。父皇，儿臣若是掌控朝政，必将赈济灾民，攘外安内，还我大秦一个朗朗乾坤。好，很好，朕就知道没有选错人。三宝，宣旨。宣圣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自继位，执掌朝政29年，而今健康不在，然江山社稷不可一日无主。幸有太子李成，人品贵重，出类拔萃，可为朕监国。今后凡朝政大事，由其一应决断。朝野上下见监国太子，如朕亲临。经此，儿臣接旨。不可能，皇上定是病久了，失了神智，才会让你这残暴无能的太子监国。皇上，万万不可啊！把江山社稷交给太子。你拿刀要干什么？我是一品大学士，朝中重臣，宰相的左膀右臂。你一个根基未稳的太子，难道想杀我不成？陈怀志，父皇命我监国，圣旨上写的明明白白，朝政之事由我一应主政，见我如同见父皇。难道你想看我什不成？那是皇上昏聩了，才受你这奸猾之人蒙蔽，待我面见皇上，向他道明其中利害关系，他定废你太子之位，到时我看你如何嚣张。废话真多，违抗圣旨，杀无赦。宰相大人，您觉得他该不该杀？陈怀志是有错，但是太子的杀心也未免太重，一言不合就亲自动手杀人，这于朝政可不是好事。宰相大人，请放心，我杀性虽重，但只杀该杀之人。这个老匹夫，我想杀很久。天色已晚，
皇上和太子也早些休息。臣等告退。太子殿下，您擦擦手上的脏血。朝野上下无人服本太子监国，厂公该如何自处？皇上将圣旨交给奴才时就吩咐过了，从今以后，奴才和东厂就是殿下手中的刀。甚好，本太子现在就有件事情想要厂公去办。皇后进宫之后，找皇上求来了最年幼无知的九皇子，赵玄机也找大儒亲自教导。皇后和赵玄机的目的不言而喻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知道九皇子的一举一动。奴才每日会将殿下想知道的所有东西送给东宫。好，起驾回东宫。瑞儿，那狗太子是不是对你做了什么？你放心，我一定杀了那狗太子为你报仇。放手！满口胡言！你怎敢侮辱太子？况且我现在是太子嫔妾，你应该尊称我为太子嫔。我尊称你一声为太子嫔。太子嫔，自从你住入东宫，是不是变化太大了？你难道忘了我以前是怎么照顾你的吗？胡说八道！我以前住在宰相家中，哪轮得到你来照顾我？我不过看你和我都是宰相的远房亲戚，和你多说了两句罢了。除此之外，你和我再无其他。不是的，我喜欢你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瑞儿，他是不是威胁了你？今天是不是强辱了你？你告诉我，如果是，我马上就炫下那狗头给你报仇！你你给我滚！再也不要让我见到你！你敢打我，贱女人！老子让你不练就擒，老子今天就先干了你，然后再去杀了那个狗太子！周晨，你找死！三宝，东厂厂公，东厂只听命于皇上，为什么会听命于你？你没资格知道。不，你虽然能调动锦衣卫，但我可是宰相大人的远房外甥，更是皇后娘娘的贴身侍卫，你不能把我交给东厂。交给东厂？你想多了，把这个以下犯上的狗东西拖到殿前杖毙！雨辰，你不能杀我，皇后娘娘和赵大人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杀你算啥？要是赵玄机和皇后图谋不轨，老子一样杀！拖下去，狠狠的给我打100仗。要是没打够100仗，人就死了，剩下的你他妈替他受。诺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饶命啊！太子殿下！不要怕，你刚才的表现我很满意，所以我决定奖励你。太子不要，太子饶了臣妾吧，臣妾还有点痛。女人就是口是心非，嘴上说着不要，然后可不会这么想。回禀皇后娘娘，侍卫首领周成偷偷跑去了东宫，被太子抓住，杖毙了。这个废物，已经死了个陈官人，多他一个周成又如何？殿下，九皇子，功课温习的怎样了？回禀母后，都温习好了。那就早日回去休息吧。今夜你父皇让太子监国，但大前帝国只要一日未换新君，你就还有机会。不要气馁，知道吗？母后，儿臣知道了，儿臣都听母后的。昨晚说着不要，自己魂都快飞了。今天好好休息，晚上再来看你。殿下不要再说了，羞死人了。太子殿下，这是九皇子的日常记录，见过什么人，说过什么话，事无巨细，请您过目。不错，这九皇子为何每日一早都要去死监？
司礼监负责整理前一日内阁大臣们拟好的奏章。宰相大人以锻炼九皇子之名，特许九皇子每日到司礼监观看奏章，以学国事。找死！我才是监国太子，这司礼监不将奏章呈送给我，反而让九皇子去看。莫非这大钱的储君是他赵玄机定的，定给了九皇子？跟我去司礼监。这是要紧的奏章，请您过目。有劳公公了。如今太子监国，奏章这事儿还是低调一些，切莫让太子知道。哼，太子算个什么呀？论贤德，论才能，他哪能跟殿下您相比呀？在奴才心里，您才是继承皇位之人。您看这奏章是理所应当，让太子那个草包来看，他能看懂个屁呀！太子殿下驾到。臣弟见过太子。奴才见过太子殿下。庄中，你当司礼监掌印太监多少年了？回禀太子殿下，奴才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职已经4年了。太子殿下，奴才犯了何罪？你为何要打奴才？为何？你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，敢对我一个监国太子不敬，擅自把奏章拿给皇子看，老子就算把你砍了，也没人敢说什么。我踹你一脚，你还敢质疑本？哼，是，奴才在太子面前只不过是狗一样的东西。太子要杀要剐，奴才自然是不敢反驳。但是这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职，可是皇上亲封，皇后娘娘认可，更是深得宰相赵大人的信任。太子要是杀奴才，宰相赵大人和皇后娘娘若怪罪下来，吃得消吗？哼，还敢拿皇后和赵玄机来压我，真是奴才爬到主子头上了，我也会妥协。你还没那个分量。三宝，奴才在。三宝，原来你在宫中做梗。既然这司礼监不听我的，那不要也罢，说下去砍了。九皇子，救命啊！九皇子，大哥，这张忠也是宫中的老人了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而且他还是父皇亲封的掌印太监，如此杀了，恐怕朝廷那边会议论。你还替他说话？你可知道，凡皇子未经父皇允可擅观奏章，是可以治你一个谋逆之罪的。不，大哥，我没有谋逆，是母后和宰相大人让我看的，说是让我提前学习一下国事。提前学习什么国事？你是想等父皇驾崩之后来取代本太子的位置吗？不，大哥，我错了，我没有。你闭嘴！我等会儿再跟你算账。还在等什么？要我亲自动手啊？太子殿下，饶命啊！太子殿下，我也是奉命行事啊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大哥，来，你过来。你我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我不想残杀手足，但是你要继续觊觎不属于你的位置，你活不长的。见过太子殿下，传皇后娘娘懿旨，请太子殿下和九皇子即刻赶往凤喜宫面见皇后娘娘。你简直太放肆了！你贵为太子，九皇子是你弟弟，你竟敢动手打他！我们杀了他，已经是看在皇上和你的面子上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要以为你是太子，本宫就没办法治你。擅自看奏章，这是多大的罪？我要是杀了他，也有罪。你先去偏殿温习功课，剩下的我和太子说。你也下去吧，我要和皇后娘娘说一些体己话。九皇子这事儿，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。而且这是凤羲宫，太子定不敢乱。退下吧。大胆，你！皇后娘娘别总生气，
你这么天生丽质，总是生气会长皱纹的，那就不美了。你放开本宫！你这么美，我怎么舍得放开？九皇子就在隔壁，宫殿外也有这么多人，你想让他们看到这一幕吗？这里是凤栖宫，你就不怕死吗？这天底下没有不怕死的人，我贵为皇太子，当然是更怕死了。所以咱们小点声，别让他们发现了。母后，儿臣在隔壁听到你的声音，是有不妥吗？需要我进来吗？不要进来！真的没事吗？本宫说没事就是没事，你赶紧给我滚去温习功课。哦，丽珍，你放肆够了没有？这哪能够啊？盖个章，好看多了。李晨，你个该死的家伙，滚！赶紧给我滚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行告退了。皇后娘娘，保重凤体啊！殿下，这是司礼监的奏章，奴才给您拿过来了，您请看。高丽被东瀛入侵，高丽使团请求大前出兵。是的，殿下，高丽使团已经来京半个月了，可是皇上龙体欠安，并未召见他们。这半个月，高丽使团在京城多方奔走，想要促成此事。出兵事关重大，这事先放一放吧。河南巡抚奏称，河南遭遇50年一遇洪灾，灾情延绵数百里，数10万百姓流离失所，急需朝廷赈灾。去，把户部尚书徐长卿给我叫过来。诺。微臣徐长卿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千岁千岁千岁。免礼。这灾情已经发生2个月了，为何不赈灾？实在是因为国库空虚。现如今国库存银370万两，要赈灾河南，没有500万两是打不住的。500万两，500万两能买多少粮食？殿下有所不知，今年户部曾向京城中最大粮商借粮，可他们不但1毛不拔，还掠夺民脂民膏。现在粮价飞涨，翻了10倍不止。微臣有心惩治，可他们背后都有人撑腰。你去通知京城中各大粮商，就说本太子今晚于东宫设宴招待他，敢发国难财，这些奸商真当朝廷不敢杀他。恩师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忠被太子斩杀之后，户部尚书徐长卿便去了东宫，与太子谈了竟有半个时辰，方才离去。一个太监，就算权柄再高，说到底他也是李家的家奴，死了也就死了。倒是那徐长卿这么着急就投靠过去，这是没有把老夫放在眼里。恩师，此事我们应当如何应对？去找一找徐长卿的马股，他一向两袖清风，看他不爽的人太多了。通知刑部尚书过来商议一下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投靠太子的下场。好，恩师掌珠在握，实属高明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听说今晚太子将在东宫设宴，宴请京城各大粮商。恩师，此事我们要不要干预一下？只要我们发话下去，就会有京城最大粮商胡家带领，到时候无人敢搭理太子，太子落得满脸灰，也会有些许尴尬呀。恩师，你看着办，让几个商人去杀一杀太子的威风，让他明白当今朝堂上到底是谁作子。明白，学生这就去办。太子殿下，京城最大粮商吴家家主称自己正在养病，不宜见风走动。其他小一点的粮商称胡家不来，他们也没资格面见太子殿下，因此也都没来。这群奸商真是狗胆包天！好啊，既然本太子请不动那胡家，那我就亲自去他府上走一趟，看看到底他病得有多严重。三宝，调动100锦衣卫，随我出宫。诺。
钱大人，太子殿下带100锦衣卫冲我胡家来了，这真的没事吗？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有本官在，自然会保你不恙。既然你愿意拿出这100万银两和这地契求庇护，那我自然不会让他太子殿下动分毫。就算他太子殿下不给我面子了，难道他还不敢给当朝的宰相赵大面子了吗？太子殿下驾到！哎，一会儿礼数做足一些，莫让那太子殿下发现破绽。微臣钱汉拜见太子殿下。草民胡谦拜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！你为何在这儿？回太子殿下，微臣与这胡谦正是好友，此时正在胡谦家做客。胡大富商不是病了吗？怎么又见得疯了？还是因为钱大人在这儿，所以才推脱了本太子的宴请？来，回太子殿下，微臣以为这其中怕不是有什么误会吧？太子殿下身份尊贵，岂能与一商人见识呢？您要是觉得下不来台的话，胡谦给太子殿下赔个不是。太子殿下，请原谅草民，草民本乃负心之举。很好，一唱一和，连道歉都这么敷衍，等会儿杀起来，但真是一点负罪感。敢问太子殿下，此话何意啊？你身为京城府尹正三品官员，为何与一名富商交往密切？太子殿下此言差矣，微臣与何人交友，怕不算是罪过吧？不算是罪过。好，三宝，给我搜搜钱大人身上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大胆！本官可是当朝宰相的心腹，是他的学生，你们东厂竟敢对本官不敬！咱家早就想对你不敬了，仗着宰相又如何？咱家的身后是太子爷。太子爷又如何？太子爷难道就能一手遮天了吗？我的背后可是当朝宰相，你们敢动我啊？不知死活！谁给你的雄心豹子胆？给我搜！大胆！你敢动本官？放开我！你们竟敢对本官如此无礼！太子殿下，你如此蛮横无礼，就不怕文武百官当要众口了吗？太子殿下，从钱汉身上搜到的银票都是10万两一张，一共100万两，还有3处地契，全都是京城的大宅院。钱大人可真会捞钱啊！你一出手，这些地契和银票都快抵上半个国库。这是胡大富商刚给你吧？他求你保他们一家平安。放开本官！是又如何？拿了又如何？本官的背后可是当朝宰相，你敢动我，敢杀我，再动我一下试试！找死！三宝听令，罪臣钱汉身为京城府尹，当朝正3品官员，不知皇恩浩荡，亦望圣贤教诲。上不忠国，下不体民，不杀难以平民愤，当即赐死。你怎么敢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微臣知错了，求太子殿下原谅。我不想听他废话，杀了吧。太子殿下饶命！太子殿下，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我给过你戴罪立功的机会，可是你却选择无视本太子的好。现在我只想借你的人头一用，给其他的梁商看，我相信他们知道该怎么做。你虽贵为太子，可我胡家也是奉公守法的生意人。你如此这般，你叫天下人如何安心？你要知道，你这么做，天下百姓可都看着呢。好一个奉公守法！如今天灾连年，每天饿死的灾民不计其数，你宁可守着你自己的粮食发霉，也不愿意以正常的价格出售，导致市面上米面的价格翻了不止10倍。这罪行还不够你死10次吗？当你发国难财吸百姓血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着百姓正看着？如今报应来了，知道拿百姓当挡箭牌，你真当全天下的百姓都是傻子吗？三宝听令，大奸之商胡谦趁国难发财，以致民生沸腾，仍不知悔改，立即赐死。
一应家产全部充公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我后悔呀！我就不该听这钱汉王八蛋的，我后悔呀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赵兄，太子嗜杀成性，连您的得意门生钱汉都杀了，这完全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啊！您作为宰相，辅佐朝政，不能让太子继续放肆下去了。王兄，你如何看待此事啊？太子出掌监国之权，只知道用权杀人，让他再继续下去的话，朝政必将乱套，天下必将大乱。你我作为朝廷重臣，一定要让太子冷静冷静啊！更何况赵兄若再沉默不语，只怕第二个徐长卿就要出现了。王兄言之有理，明日你我二人一同去东宫面见太子，告知其中利害，让太子暂且放下监国之权，先学习如何处理朝政，再论其他吧。若太子不肯呢？那3万羽林军还掌握我手，若太子不肯，就要看那3万羽林卫答不答应。既然如此，一切谨遵赵兄吩咐。此事事关重大，还劳烦王兄去通知朝中1、2品大员来我府上商议一下。我这就去办。王兄，等一等。赵兄请吩咐。王兄，务必找人将这送往宫中，交给赵人，一定送到。太子，我希望你识相一点，不要逼老夫走最后一步。殿下，刚刚得到密报，朝中大半1、2品官员聚在赵玄基府中，商谈了2个时辰才离开。可探出什么事情了吗？锦衣卫的探子只知道赵玄基和王腾焕明天要到东宫面见殿下，具体什么事情暂时还不知道。看来我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他们急了，他们已经不习惯自己头顶上被皇权压制，而他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屈服，或者让我消失。奴才即东厂，愿为太子赴死。我知道你这话是真心的，因为我死了，你和东厂也完。不过事情还没到那一步，起驾，跟我去恭喜宫。诺。儿臣求见母后。夜已深了，太子不宜见本宫，有什么话说完便退下吧。我今天要说的话是跟赵玄基有，皇后确定我要在这里说吗？画眉，退下吧。有什么话现在可以说了。放肆！未经本宫允许，即便你是太子，本宫也可以治你的罪。行了，我放肆的还不够多吗？你这些自我安慰的话呀，以后别说了啊！你真当本宫好欺负啊？我今天不是来欺负你的。今晚，朝廷过半的1、2品官员在宰相府密谈了2个时辰，他们明日便会来找我的麻烦。我在想啊，明日要不要我安排100个刀斧手，等你父亲他们来了，我直接乱刀砍死？不可以，太子殿下万万不可！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，那京城一定会立刻陷入暴乱，大臣们人人自危，天下大乱都有可能。那些对大钱虎视眈眈的贼寇和外敌一定会趁虚而入的。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啊，可是他们不想让我活，我总不能任他们宰割吧？我就跟他们拼了，死了也拉个垫背的，我也不亏，你说对不对？而且我现在小命不保，胆也变得更大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太子殿下，此事未必不可两全。哦，皇后有什么妙计？不如太子殿下放下监国之权，毕竟眼下你对朝中之事并不了解，
不如去宰相身边学习，等到时机一到，宰相定会把监国之权还于殿下。皇后还真是赵家的好女儿啊，一心为着赵玄机着想，说着是两全之策，其实跟废了我有什么区别？那你是想鱼死网破了？我的真实目的要是告诉了你，不就等同于直接告诉了赵玄机吗？你爹忘恩负义，那我总要从你身上讨点利息。你不要得寸进尺。什么叫得寸进尺？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母后，儿臣已经把前天500史的前半篇背诵下来了，现在有时间听儿臣背诵吗？你不赶紧想个办法把他赶走，别坏了我们好事。你这个无耻之徒，我们两个有什么好事？皇后竟然不想赶他走，那便让他进来瞧瞧。不要！皇后这口是心非、做贼心虚的样子，可真是让我心痒难耐。母后，能听见儿臣说话吗？能听见。你前500史，通篇23000字，即便是最为简单的前半篇，也有近1万字。九弟，你说你背下来了，我不信，你背来听听。太子也在。这么晚了，太子为什么在母后的体院内？两个人还把门帘关起来说话，是有什么很重要的话不能被旁人听见？我与皇后有一些要事要谈，你不用多管。你既然要背诗，那你就背。作为你的哥哥，我理应指导你。前贤500年，观前人史，可知今日兴衰。混账东西！大观历史。看够了吗？看够了。看够了就滚出去！对不起。如此胆小的九皇子，如何能扶持得起来？有朝一日，真要让他站在李晨面前，他有那个勇气吗？九皇子的书还没有背完，去外面继续背，本宫听着。太子，你先回东宫吧，夜色渐深了。你留在凤栖宫与理不合。那我就先行告退了。在我没出去之前，把头低下，不准抬起来。今日未完之事，下次继续。此药无色无味，服用之后100日内会暴病而亡，神仙难救，查无可查。你且伏在太子身边，听命行事。毒杀太子，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太子现在又这么凶狠，但也没有说让我立即动手，那便走一步看一步吧，也没有说让我做出选择，说不定还有其他办法呢。有没有想本太子啊？太子殿下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，有什么秘密怕被我发现吗？太子殿下说笑了，臣妾现在还有什么秘密是殿下不知道的？不错，越发的乖巧会说话了。你的身上对于我来说是没有秘密的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。太子殿下，你怎么又……一日之计在于晨，让我们好好珍惜时间。太子怎么还不出去？三宝，你再去通报一下呀！太子殿下说了，让你们等着。如果王大人不愿意等，可以从哪来回哪儿去，咱家可没心情替你跑腿。你这阉人，竟敢如此对老夫说话！王大人，咱家虽是阉人，却也知道忠君2字怎么写。以王大人道貌岸然，如果不知道忠君中国，那还不如我这个阉人。好了，王大人，我们静心稍等片刻即是，不要因为一个阉狗坏了自己的心情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奴才参见太子爷千岁。阉人就是你，没有骨气。太子爷，您来了。王腾焕大人可等得有些着急了，几次要奴才去催您呢。哦，王腾焕，
你是嫌我来的太迟，还让三宝去催促我，让你等了这么久，是不是应该向你道个歉啊？太子息怒，微臣绝无冒犯太子之意，微臣只是有要事要与您商谈，只是怕耽搁，多问了一句。要事？你最好是有要事，说吧。这么一大早来东宫是所谓何事啊？老臣斗胆，昨日太子出宫，杀了京城最大粮商胡家家主和京城府尹钱寒，并抄了他们两个的家，是否属实？确有其事。没想到这点小事还惊动了宰相大人。自太子监国以来，死于太子刀下的就有内阁一品大学士陈怀志，还有凤喜宫侍卫首领周成，还有司礼监掌印太张忠，加上昨日的京城府尹钱寒和粮商胡家家主，现在太子嗜杀成性，文武群臣无不心惊胆战，天下百姓无不人心惶惶。老臣辅佐陛下治理朝政几十年，深得陛下信赖。现在太子殿下有错，老臣必须站出来阻止，否则愧对大前江山，愧对皇上。老臣恳请太子安心学习，暂放监国之权。请太子殿下安心学习，暂放监国之权。我要是不答应，如果太子殿下一意孤行，老臣只能死谏。文武群臣不能坐视太子乱来，天下黎民百姓不能让太子乱来，大前江山社稷更不能让太子殿下乱来。3万羽林卫应随时待命，愿共卫皇宫。到时只能把太子殿下软禁在冷宫，等陛下康复，到时太子殿下自然会明白臣等的苦心。你找死！父皇御笔亲赐的监国之权，你个老匹夫说收就收！你真以为这大前的天下是你说了算？你说我嗜杀成性，可我有错杀一人。宰相大人，你想知道那日我所杀之后所得没收的财产共有多少？太子殿下，事已至此，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挣扎。那3万羽林卫绝不允许太子殿下胡作非为。为了大前江山社稷，还请太子殿下三思。胆敢威胁本太子，你这个老匹夫真是胆大包天。幸好本太子提前准备了100锦衣卫，一定会在你羽林卫赶到之前，将你们2个老匹夫都弄死。三宝，三宝在。难道你对列祖列宗没有任何敬畏之心？难道你眼看着大前江山亡于你手？老子他妈是穿越来的，有什么敬畏之心？大前江山留着可我死有什么用？杀了这个老匹夫，老君对凤喜宫最是放心了。虽然最强，但要死就要痛痛快快的死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皇上醒了，皇上要见太子殿下。这偏偏不对，想着开始说，能力无力的法，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，你必定玩儿这个臭痞子。去乾清宫。丞相大人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太子太癫狂，刚才他的确打算杀了我。不管以后天下如何大乱，他都会选择同归于尽。现在皇上醒了，对我们来讲是好事。不过现在调动羽林军，那就是造反，万万不可。别说了，我们去乾清宫看一看。父皇，儿臣来了。成儿，这几日你都做了些什么事儿？老臣赵玄基参见圣上。圣上，
您终于醒了！大千之福啊，大千之福啊！哎呦，你个狗东西！父皇刚醒，你现在大喊大叫，是想把父皇再次惊晕吗？三宝，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人在惊扰圣上，杀无赦。是。你说。儿臣近几日斩杀了几名贪官，查抄了许多现银，国库压力大大缓解。接下来便是赈灾了。父宝，儿臣需要兵权，确保监国之位不被小人所动摇。太子妃去大将军府，就说朕让大将军的后人履行承诺。爹，娶苏正廷之女苏锦帕为太子妃。当朝大将军，世袭冠军王苏正廷的女儿，这就是父皇为我留下的军方力量吗？儿臣谢父皇隆恩。皇上，朕还没死呢。皇上，自有上天庇佑，一定会安然无恙。老臣必保江山无恙，太子无恙。希望你说到做到。臣儿，抓紧时间。皇上需要休息，各位请回吧。微臣，苏将军不必行礼，我微服前来，就是以世侄的身份前来见苏将军的。不知太子殿下前来所谓何事啊？我此次前来是奉父皇之命，前来迎娶苏将军之女苏锦帕为太子妃。能嫁给太子殿下是小女的福气，但是小女的性格有些与众不同，太子殿下不妨先见一见吧。不知锦帕现在正在何处呢？小女此时正在城中文心阁参加上元诗会，微臣这就将她唤回。来，不用麻烦锦帕回来了，我今天刚好有空，也去这上元佳节的诗会看看这京城的才子。这位公子，请留步。公子可是来参加诗会？是，我是来参加诗会。文心阁今日被赵宰相的公子赵太来给包场。赵太来给京城的各大文人才子都分发了请帖，公子若是来参加诗会的，劳烦出示下请帖。请帖？我没有。没有请帖也可以。公子家中若有直系长辈当朝为官，官职4品以上，可入内；若无长辈为官，那么捐赠文银1000两，也可入内。这倒是新鲜。诗会不是大家讨论诗词歌赋的地方吗？怎么还要比拼家里长辈官级和家中财力啊？原来是个穷商货，赵公子花费数十万白银建造这文心阁，岂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地方？赶紧给我滚！钱我没有，家中父母也无一人有什么品级，但今天这个文心阁，本公子还就要进去见识见识，有种你就拦着。来人！知道这是什么刀吗？知道，绣春刀。知道用绣春刀的是什么人？知道，东厂锦衣卫。知道就好，来吧，赶紧滚啊！站住！你是谁？怎么混进来的？这位朋友看起来面生得很，不知是朝中哪位大臣的公子，所来又为何事？那边是苏锦帕小姐吧？大胆！你这来路不明的货色，竟敢直呼苏小姐的芳名！主人都没开口啊，你个疯狗在乱叫什么？你竟然敢骂我！你到底是谁？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胆敢到这个地方来捣乱，你是嫌命长了吗？我不是来捣乱的，应苏大将军之邀，特地前来与锦帕小姐见上一见。
如若合适的话，便择期定亲。所以，我是来找媳妇儿。哪来的疯子，胆敢调戏锦帕小姐？来人了，给我把他乱棍打出去！等一等，锦帕，你这位公子既是为了锦帕而来，又择期定亲，但为何锦帕从未与公子见过？没见过不代表不能定亲啊！我这不特意来与你相见了吗？就是隔得有点太远，看不太清。哎，大胆！锦帕小姐何其高贵圣洁，你胆敢亵渎？亵渎什么？长得再好看、再圣洁的人，他终究也是个人。你们甘愿当舔狗，我可不。我说的对吧，锦帕小姐？锦帕虽与公子素未谋面，但公子说的几句话，倒也新鲜。你不会觉得我是个口出狂言的疯子吧？疯与不疯，都和我无关。公子现在既然看也看了，能否不要站在这里？不然实在尴尬。说的也对，还是坐着舒服。你是登徒子，赶紧离开锦帕小姐，我还能放你一马。否则，我父亲乃是当朝宰相赵玄基，我必让你乃至全族的人后悔。哎，就这种人啊，幸亏当初大将军拒绝了赵玄基的提亲，不然你嫁给他，不如早点死了算。你既然知道他父亲是当朝宰相，就不怕得罪了他？这天底下没有我不敢得罪的人，只有别人不敢得罪我。好大的口气，就不知一会儿怎么收场。你父亲告诉我，此物是我和你的定情之礼。狼牙玉佩，狼牙玉佩。等会儿你让下人传信过去，让你爹带几个官兵过来，我要弄死这个狗杂种。这件事你怎么跟我爹说呀？你爹乃是兵部郎中将，地位仅次于上夫和2位侍郎，区区来几个官兵，那不是招手就来吗？到时候你就说是本公子说的，你爹还能不答应？好，我这就去办。锦帕小姐认得此物，那看来我没有说错。不说话，那就是默认了。哎，锦帕小姐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你样貌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想要娶我还远远不够。哦，那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娶到锦帕小姐？我的夫君必须文武双全，天下第一等的良人。他要有潘安一般的容貌，还要有富可敌国的财力，要有万万人之上的权柄，更要有天下第一的文采。锦帕小姐，我是让你提要求的，可没让你许愿的。既然如此，公子可知难而废？你的这种要求啊，对于他们这种普通人来说难如登天，不过对于我来说嘛，不过如此。哦，其他的先不说，公子自认有天下第一的文采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还天下第一文采，我看就是草包一个，胸中无半点墨水。说起来，赵公子这次不是上元诗会吗？你们京城大才子以诗词会友，那今日诗词的主题是什么？今日诗词的主题自然是上元佳会为题。你那么有本事，那就以上元佳会为题做一首诗，让我们看看你天下第一的文采。好啊，锦帕小姐刚刚说了，要天下第一文采才配得上她。我不展示一下，怎么俘获家人的芳心啊？我这一肚子的诗词歌赋，不拿几首出来装装逼，岂不知道这个书面是上元景，也就是元宵节，用什么诗词呢？有了，锦帕小姐，我来口述，你帮我写一下，如何？还请公子不要辜负锦帕的一片期待。定不负美人。这首词名叫《青玉案·元夕》。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，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
鱼龙舞，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续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这词也太神了，这文采堪称当世第一呀！这词上半阙寥寥几句，就将整个元宵节满城灯火的热闹描写得栩栩如生，仿佛身临其境。下半阙那句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，简直是可以流传千古的佳句啊！这首词一出，足以冠绝古往今来所有的上元诗词，当之无愧的第一啊！锦帕何等有幸能够见证一首这样的诗词诞生。哎，锦帕小姐，你不是见证，而是参与了这首诗词的创作。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人，便是锦帕小姐你的。你好坏，公子，这首《青玉案·元夕》，锦帕非常喜欢，能否赠送于我？当然可以，这便是为你而写，赠予你，那是理所应当。待我落个款。不能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是你写的！说，你是从哪抄来的？白痴！赵公子，若是这首词早先就有，必定早就流遍天下，为何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？还请赵公子不要胡搅蛮缠。我就是不信，这个穷三货能写出这等诗词。就是他，不仅辱骂我，还顶撞赵公子。我把他抓起来，押入大牢。没错，给我把他绑了！臭小子，我看你还怎么狂！把他押入大牢，我要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！等等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无妨。你们身上穿的这身皮，是为了让你们秉公执法，为百姓讨公道，而现在你们却给这些官宦子弟当走狗，真是活腻歪了。三宝，住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爹是兵部郎中将胡兰胜，你敢抓我？你爹是郎中将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可有官职在身？我说不出来就是没有了。三宝，把他和这2个官兵押回东厂，逐个审问，按照大前律法处置。诺。做错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可以调动锦衣卫？你们身为权贵之后，所穿所用所得皆为朝廷赐予，一个个不想着如何报效朝廷、报效国家，反而利用父辈之权在这里为所欲为。真当这大秦的天下是你们做主啊！一个个生的细皮嫩，却文不能安天下，武不能定乾坤，简直是浪费粮食。大前帝国皇太子李承宴，看在你爹和你姐的面子上，我今天饶你一命。记住，以后出门长点脑子，否则活不长的。殿下，出大事了！许长卿求见，说抄家胡氏所得的500万两白银被抢了。啥？今天出来够了，回去了。锦帕小姐，今日有事先走了，改日再来将军府找你。原来他是太子。刚才我故意刁难他提的那些条件，潘安一般的容貌，富可敌国的财力，万万人之上的权柄，天下第一的文采，这他岂不是全都符合？锦帕，那人到底是谁？他既不愿说，我也不好替他说。还有，请赵公子自重，你我之间请用尊称。我有些累了，先行回家休息了。丑不报，我赵太来誓不为人！太子殿下真的出大事了！
胡家抄没的现银有500万两被抢了。500万两现银，天子脚下，就算是搬都要搬半天。你告诉我，现银被抢，被谁抢了？胡家这500万两现银巨款，并不在京城之中，而是存放在他们在通县开设的钱庄内。臣奉命查抄胡家所有资产，在清点完通县钱庄的库存后，就准备运往国库。可押运的衙役刚出通县，就被一伙人给直接抢了，所有衙役全部被杀，500万两银子不翼而飞。臣有愧呀，臣不敢有丝毫隐瞒，就直接来找太子请罪，请太子赐死。杀了你有什么用？你死了，那500万两现银能回来？押送此事都有谁知道？除了臣以外，还有通县县令等人知道。京城这边，户部也有不少人知道。通县附近都有什么势力？羽林卫副指挥使柳宾成率领的东大营就在通县附近。三毛，派出查案的好手，给我调查一下羽林卫东大营的情况。同时，通县县衙的所有人给我带回来，严加审问。户部这边你自己去查，所有人一查到底。殿下，如此大的事情所牵涉恐怕不小呀。不管牵涉到什么人，给我一律拿下，敢动我的影子，我保证会让他死得很难看。太子爷，臣妾来约事了，实在没办法伺候太子爷。怎么没办法？你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伺候我呀？还有这种方式，这怎么行呀，殿下？不要。当然可以，我在书中看见过。殿下还看过这种书？别问这么多了，先办正事要紧啊！殿下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要不臣妾先去漱个口。这事儿有什么可准备的？实践出真知，来吧。殿下。太子殿下，据锦衣卫得到的消息，羽林卫东大营确实有异动。快说，怎么回事？羽林卫东大营突然关闭了大营正门，锦衣卫在附近打探，得知他们之前确实派出一小队部队出去过，而且东大营门口有很重的车轮椅。真是胆大包天，刘冰城，该死！殿下，羽林卫作为守卫京城的精锐力量，战力很是强大。若是你要对柳冰城动手，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啊！我自有计较。去把苏将军请到东宫来。是。微臣苏振廷参见太子殿下。事情三宝应该和你说了吧？微臣都知道了。殿下需要微臣做什么？我就想问问，这柳冰城和赵玄机是什么关系？他两人没有太多联系。羽林卫中分为2大派，实力最强的是指挥使赵建业，他是赵玄机的侄子，由赵玄机一手扶持上位。另一派是副指挥使柳宾成，他是羽林卫中的老将，从武10多年，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有一帮忠实的老部下。大将军，本太子想亲自去一趟东大营，捉拿柳宾城，可否愿意同我一同前去？哈哈哈哈！殿下列置千军万马，微臣也无惧。更何况羽林卫中用不少军官，乃是家父当年帐下的小兵，多少也会给我一些薄面。那就再好不过了，请大将军即刻与我一同前往。是。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附近发现了锦衣卫的踪迹，太子肯定是调查到我们了。
怎么办？你我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们无权调入羽林卫掠夺库银，这是抄家的死罪。你可想好后果了？大人，不如我们带着8000弟兄去那西兴城抢山头，做那山霸王。如今内忧外患，加上天灾连年，过几年说不定我们能辅佐大人成大事。你在说什么？这是谋反的大罪，你还敢说出口？大人，我们8000兄弟都将脑袋已经别在裤腰带上了，让我们和那8000兄弟束手就擒去送死吗？大人，成王败寇，几百年前陈桥兵变，赵氏可以黄袍加身，大人你也可以。启禀刘大人，太子和苏大将军一起来了。大人，太子肯定是来兴师问罪的，不如我们将他给绑了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胡说八道！你说把太子绑了，你要被多少人笑死？到时候各地藩王必定立刻出兵，不仅你我死无葬身之地，还反倒给他人做了家业。末将羽林卫副使刘宾成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苏大将军。末将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苏大将军。柳副指挥使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朝廷刚丢了一笔500万两的白银，你可知道下落？启禀太子殿下，末将闻所未闻，一无所知。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纠缠，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500万两白银，知道还是不知道？太子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是想杀了我吗？别忘了，这里可是东大营。东大营怎么了？东大营就不是我大钱的国土了？三宝公公，我知道你实力高深，等下若是兵变，你第一时间带着太子殿下赶回皇宫，我留下断后。不敢回答我，你是承认你私藏的？太子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来人！刘边长，你想造反吗？是太子不给我活路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死！柳宾城私劫库银，罪该万死，这是一件铁案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而你们，大多数都是无辜之人，此事也是被蒙在鼓里。本太子和朝廷没有任何追究你们的打算，可现在，你们身为大前的士兵，羽林卫的精锐，拿着朝廷的军饷，却拿刀尖指着本太子，你们这是要造反吗？如果你们现在放下武器，本太子可以既往不咎，此事绝不会牵扯到任何人。但如果你们还是执迷，你们要知道，京城中的2个方向，还有南大营和中军，2万士兵扑杀而来，不只是你们死，你们的族人也会被诛九族。你们认识我吗？大前军神之后，苏大将军，我等自然认识。既然认得我，别人的军神，就把兵器放下。家父已经先逝，但是他在天之灵，绝对不愿意看到大前将士的兵器对的不是敌人，而是大前的太子。人再执迷不悟，那就踩着本将军的尸体走过去。但自此以后，你们和你们的家人会受到大前百姓的唾骂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太子殿下和苏大人恕罪，卑职该死，请太子和苏大将军饶命。都起来吧，我说过不会追究你。柳宾城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好一个太子，好一个大将军，真是藩士为云，不守为允。可谁又愿意这么去做呢？是朝廷奸臣当道，朝廷无能，
我又岂会走上掠夺库银这条路？羽林卫指挥使赵建业，因为没能拿下我们东大营8000将士，便一直视我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他仗着背后有赵玄机那条老狗的支持，他处处苛刻我们东大营8000将士的军饷，他甚至连士兵伤亡的抚恤都不发。如若不是被逼上绝路，我们又岂会打库银的主意？事到如今，大错铸成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我情愿一死，只求太子能够信守承诺，在我死后，不要对我8000将士秋后算账。你是条汉子，本太子答应给你一个承诺，在你死之前，我一定会抓住赵建业，让你亲眼看着他死。好，不愧是监国的皇太子，今后我就在大牢里等着看了赵建业先死。三毛，带他们去指认私藏库银的地方，清点完毕之后押入东厂大狱。记住，不要苛待他们，让他们安心走完最后一程。诺，谢太子。请安。苏将军，副指挥使一职不能空着。听说锦派有个哥哥叫苏平北，从小在军营长大，骁勇善战，让他来吧，这样我也放心一些。微臣代我儿谢太子殿下隆恩，我儿必不负所托，为大前为太子殿下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天天吃御膳房做的东西也腻了，今天心情好，出来换换口味。奴才恭喜太子爷，掌握了1/3的御林卫，赵玄机那老匹夫以后再也不敢拿御林卫来威胁你了。3万御林卫，我一定要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否则我这个监国太子也不过是个傀儡罢了。我答应柳冰城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办，你去查查那赵建业，一旦出什么问题，我会立刻废了他。要我说啊，这当今天下文采第一，当属宰相之子赵太来公子莫属。其昨日所著的《青玉案元夕》，更是足以千古流传的诗词。宁兄此话不错，特别是那一句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，简直太妙了。是啊，这宰相是国之栋梁，这赵太来公子更是当今天下文采第一。这二人莫不是那文曲星下凡？真是千古佳话呀！这青玉案虽然是我抄新记起的，但是在这个世界也是实打实的原创。这赵太来狗胆包天，竟然抄到我头上来！这二人莫不是那文曲星下凡？真是千古佳话呀！两位公子，据我所知，这青玉案好像并不是赵太来公子所写，而是昨日文心阁当中一位身份神秘的公子所写。女扮男装，有点意思。你是何人？竟然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你可知道这流传千古的诗词，不是赵太来公子所写，还能是谁？千古流传的诗词，就一定是赵太来所写吗？看来你们这大钱的世子，也不过都是些溜须拍马之辈。放肆！居然敢侮辱赵太来公子，居然敢诋毁我大前世子！人家实话实说，就是抄袭，就是诋毁。你这书生读圣贤书，到底是为了报效祖国，还是为了抱赵家的大腿啊？你又是何人？敢这样对我说话？你知道我是？你还不配让我知道你是谁。三宝，把这2个败类赶出去。走吧。公子，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二位帮我说话，我很感谢。看二位的言行，应该不是大前帝国的人，所以我很想跟二位交个朋友。公子客气了。不过我们什么时候帮你说话了？你们说青玉案不是赵太来写的，那就是帮我说话呀。因为
那首词是我写的。公子，您这句玩笑话开的有点大了，比刚刚那2位还要脸皮厚呢。你不信？我怎么可能信？公子，在下还有事儿，就先告辞，后会有期，有缘再会。哎，有缘再会，缘分都是靠自己争取的。金公主带着高丽使团在京城待了这么久，是想继续去贿赂那些官员，好让他们带你去面见皇上吗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？女扮男装本就少见，你又默认了你们不是大前人，如今在京城的外国人可不就是高丽使团吗？而且我还听说了，这次使团的代表是高丽第1美人金雪熙公主。你又长得这么漂亮，不是你又能是谁呢？公子真是聪慧，仅凭一些蛛丝马迹就能猜出我的身份，嘴巴还这么甜，让人讨厌不起来。只是不知道公子在此戳穿我的身份是要做什么呢？你这侍女在旁，有些话不方便说，不如把她请出去，你我2人单独聊聊如何？公主，这个人来历不明，而且眼睛一直在公主身上打转，这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务必布出去。现在国内形势危急，父皇还不知道能撑多久。此人看上去颇有身份，说不定真能帮我。公子，既然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，那想必也会知道我来大秦的目的。公子能否帮得上忙呢？此事我只跟公主单独谈。山鹰，出去。公主，这个人不安好心，你跟他单独待在一起，我不放心。出去。公子，现在可以说了吗？你想面见皇上，那根本不可能。既然不可能，那你是在耍我。公主别急，皇上重病卧床不起，见他也没用。现在一切朝政都是英明神武的太子殿下在打理，求见皇上不如求见太子。永德皇帝病重我是知道的，可是大前帝国的朝政似乎一直都是宰相赵玄基处理。至于你说的那个太子殿下，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，更谈不上英明神武了。太子殿下以前确实不行，但是自从他开始监国以来，早已掌控了朝政大权。你想让大前出兵帮高丽打仗，这种事情赵玄基是没胆量答应的。说的也是，大臣的权力再大，也不能决定这种事情。那看来要让大前出兵，只能从这个监国太子身上下来。那公子可有出路？我肯定有门路啊！你想见太子殿下，对我来说那就是轻而易举的。真的？你想要什么？银两、珠宝，我全都有。银子宝物本公子都不想要，只对公主你感兴趣。公子，你这样我有点害怕。你怕什么？本公子可是好人呐。公子，你要是对我感兴趣，我们可以慢慢培养感情，好吗？培养什么感情？本公子生性害羞，见到美人就手脚发软，手足无措，最不会培养感情。公子，请自重，你要再这样，我不客气了。如何不客气？金公主想要办事儿，我只是收取好处罢了。公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可要善英进来？不，没事，不用进来。你就不怕被人知道吗？外面都是人。我怕什么？要怕也是你怕呀！你是高丽公主，金枝玉叶，而我什么也不是，被看见被看见吧，我又不吃亏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保证让你见到太子，并且尽可能的促使太子出兵。不过这是一个交易，我现在要收取好处了。不，等一下，不可能！你放开我！要再这样，我跟你拼了！公主可要想清楚了，便宜已经被我占了这么多了，若此时停下，前面的付出不都白白浪费了？你无耻！恰恰相反，本公子收取好处，便能帮人成事儿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划算了。公主怎么把我赶出来了？那男的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啊！哎呀，公主刚才叫那声怎么回事？真是急死我了！
可是公主又不让我进去，我又不能进去。哎，要不然我听听呗。怎么好像有珠子在晃？公主殿下放心，既然你给了我好处，我必然会帮你把事情办了。3天之内，太子肯定会召见你。公主，你给了他什么好处？银子还是宝物？闭嘴！不许再闹！公主，那个登徒子没对你做什么吧？别说了，这件事儿以后不许再提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有没有出血？是不是那个混蛋他打伤了你？不是，我坐太久了，有点晕。你扶着我走。公主，那人说能让太子召见，是真的吗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名字？坏了，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！公主，那你岂不是被人骗了？还给了他好处呢？别说了，这个阴险的大贱男人，别再让我看到他，否则我一定让他碎尸万段。太子殿下，刚刚接到线报，前段时间曾有宫外人士与太子妃私下接触，不知道给了太子妃什么东西，只是时间太短，不知道他给了什么东西，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。赵玄机、赵蕊这枚棋子，你终于打算动了。殿下来了。不必多礼。说起来，太子嫔当日被安排送入东宫，为的就是监视和蛊惑我吧。眼下的任务也算是失败。赵玄机没给你安排其他新的命令。殿下，我没有。没有。赵玄机处心积虑的叫你送到我身边，眼下的局势对他越来越不利，他怎会不动用你这枚棋子啊？殿下，臣妾真的没有。你不用紧张，我还没打算杀你，不然就不是我和你讲话，而是东厂锦衣卫的赵玉同你讲话。求殿下开恩，臣妾从今以后对殿下绝对一心一意，再也不听赵玄机的派了。既然美人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。以后赵玄机联系你，无论他安排你做什么，你都给我答应下，然后原封不动的告诉我。明白了吗？臣妾明白，臣妾明白。太子爷不好了，金郊涌入了近10万灾民，聚集在雨林卫南大营附近。赵县爷竟然直接下令砍杀灾民，已经死了上千人了，现场血流成河。这赵建业他妈的疯了吗？敢杀灾民！让赵玄机那个王八蛋给我滚过来！殿下，老臣得知消息，立刻就赶过来。宰相大人来的倒是，你侄子赵建业作为羽林卫指挥使，面对灾民不安不沟通，还敢坑杀灾民，对于此事你作何解释？老臣也不知内情，但这其中必有原因。有什么原因可以让他坑杀无辜灾民？更何况灾民足有近10万，他就不怕激起了民变，引下滔天祸事吗？三毛，传令苏振廷和苏平北携本东守御去南大营，捉拿赵建业。他只要敢反抗，杀无赦。殿下，赵建业坑杀灾民的确是该死，但是眼下燃眉之急是如何安抚赈济灾民。老臣建议选一名宅心仁厚的皇子前去赈灾安抚。这老东西我全忘了。我身为监国太子，不可能直接去赈灾，而除此之外，最合适的也就是九皇子。九皇子深受皇后娘娘教导，无论从能力到品性，皆为上佳。由他为主，王崇焕大人为辅，前去京郊抗击赈灾。好，
那就按照宰相大人说的办。希望九皇子和王腾范大人能够不负朝廷众望。如若此次赈灾出现了差池，他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老臣明知。殿下，这次赈灾4皇子和6皇子也都合适，为何要顺了这赵玄机的意思，交给9皇子去办？这岂不是让他白白捞得了天大的好名声？赵玄机提议了9皇子，如果我安排其他皇子去，赵玄机很可能从中作梗。为了能够让那些灾民早日安生，就让捞就捞一点好名声吧。太子爷宅心仁厚，实乃我大钱之福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让你的人把9皇子盯紧一些，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。另外，赵蕊那边也盯紧一些，从他这里也许能够打开弄死赵玄机的突破口。是，殿下。臣弟参见太子殿下。免礼，平身吧。幸得大哥器重，让臣弟代表皇族出面赈灾，臣弟不敢怠慢，和几位大臣做了一份详细的赈灾报告，请大哥过目。需要户部出资100万两购买粮食和物资，需要工部派人搭建临时棚屋，需要太医院派出太医救治生病受伤的灾民。别的我先不说，就这一点灾民，100万两白银，你觉得合理吗？大哥，如今大前帝国寻常百姓1户5口之家1年的吃穿用度也不过才5两左右，100万两白银足够10万人2年的吃穿。你现在还觉得这个数字合理吗？如果加上修缮房屋，而如今粮食的费用又飙升，如此看来也不算离谱吧？不算。老九，我看你是昏了头。给灾民搭建的普通防寒的棚屋，根本不需要什么讲究的做工用料，能够防寒就行。你觉得这能花多少？你说的粮价飙升，我之前已经杀了大粮商胡谦，粮价早已压下来，更何况是朝廷出面买粮，有几个不长眼的敢胡乱涨？可房屋的搭建、粮食的搬运和发放，这些都需要人力啊！护送粮食、修建棚屋，这些灾民自己就可以出一份力，这又需要花多少人力钱？你傻乎乎的出面要100万，最后都进了各级官员的口袋，留给灾民们入手。大哥，我绝对盯紧，绝不让人从中贪墨。那自然是最好的，我只给你10万两。对于这次赈灾，已绰绰有余。太子殿下开恩，至少批复30万两，否则臣弟无法向母后大人交代呀。我让你去赈灾，你给皇后交代什么？如果她有什么不满，你让她来找我。太子殿下是否不想让臣弟把赈灾的事情办好，以致让天下的人说臣弟仁慈，然后故意刁难？你放肆！太子殿下息怒，臣弟说错话了，臣弟放肆了。我若是故意刁难你，根本不会同意你去做这件事情。你以为赵玄机把你推出来，我就不得不答应吗？只不过是因为让你出面做这件事情，赵玄机和各个大臣能够全力配合，为了能够让灾民早日安生，我可以做出妥协。但是这次的赈灾不是贪污的好机会，个蠢货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三毛，把9皇子拖下去，打10个大板子，让他好好清醒清醒脑袋。不，太子殿下，臣爹错了。太子殿下！太子爷，消息传到皇后娘娘那边，皇后娘娘派人把9皇子接走了，可打足了10万，只打了7个板子。混账东西！把人给我拦下来！
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给我打足10板子！你大胆！一个小小的宫女敢擅闯本太子的书房，三宝，把这个贱婢给我拖出去！诺。太子，这是何意？奴婢只是遵皇后之命，来带九皇子回凤喜宫。皇后之命又如何？皇后掌管后宫，而我作为监国太子，处置犯错的臣弟，皇后也无权干涉。太子，你不要乱来，否则可不好跟皇后娘娘交代。皇后娘娘动怒了，你受得了吗？本太子做事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一个小小的宫女指手画脚？三宝，给我拖下去砍了！诺。太子，我可是皇后娘娘的贴身侍女，你不能杀我，否则皇后娘娘不会放过你的。大哥，不要啊！大哥，你给我闭嘴！一个小小的宫女敢如此嚣张，我倒要问问皇后，这个后宫她是如何治理的？动手！太子，不要！太子，不要！启禀太子殿下，那宫女已经伏诛。剩下的3板子，继续给我打！我就站在这儿，我倒要看看有谁敢阻拦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儿臣参见母后。画眉是本宫的心腹宫女，跟随本宫多年，你一言不合就把她杀了，你心里可曾有你这个母后？我眼里何时没有母后了？母后你是知道的，儿臣平日有多在意。可是那宫女虽然跟随了你多年，但她当众顶撞了儿臣，儿臣杀了她，是为了严奖惩、立法度、正规矩。如此说来，本宫还要夸你了。母后谬赞了，儿臣身为监国太子，只是做了该做的。画眉说破天也不过就是个宫女，本宫不能将你如何。但大前自开国以来便以孝治天下，你身为监国皇太子，如今对手足兄弟如此残暴，你父亲昏迷不醒，但还有本宫，本宫岂能让你如此胡作非为？若非大前以孝治天下，若非兄有弟恭，这个不争气的弟弟，我早就杀了。什么？你竟然要把九皇子给砍了？你如此大逆不道，如此无法无天，你就不怕本宫设令把你禁足，等你父皇清醒之后，把你的监国之权收回吗？九皇子于袭政殿对我不敬，长兄如父，父皇如今无法亲自管教他，我这个当哥哥的，自然是要代替父皇好好责。九皇子犯了什么错，需要受如此责罚？他不知民间疾苦，第一次赈灾便被那些大臣忽悠着要100万两银子。如果那些银子从国库掏出来，被那些大臣中饱私囊，我岂能当？因我降了他的预算，他心生不满，便斥责我说是为阴谋故意为难。他不想想，如果不是为了那些灾民，我为何要让他出面？九皇子如此不恭不敬，我作为长兄，自然是要好好管教。三宝，奴才在。将没打完的板子继续打完，狠狠的打，让九皇子好好长长记性。啊！母后，救救儿臣啊！母后，住手！我执意带走九皇子呢。打完之后，皇后娘娘可以带走他，但现在任何人都无法阻拦。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母后吗？母后，您可是要后宫干政。开国之初，大前太祖立下圣训，绝不允许后宫干政。120年前，宣仁宗时期，贵妃刘氏恃宠干政，宣仁宗之皇叔去太庙请来了太祖圣训，于湖心阁杖毙贵妃刘氏。湖心阁如今依然在，皇后娘娘可曾去过？好，你这个太子，
连我都想杀！这么倾国倾城的皇后，我还没睡走蛇杀呢。可是本太子树立起来的权威，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掉。如果今天让皇后压我一头，以后谁还会听我的话？啊！三毛，去换太医来，给九皇子好生安置。诺。儿臣所作所为，实属无奈，还请皇后娘娘好生教导九皇子。儿臣告退。没用的东西！三毛，高丽使团这2天可有什么动静？据锦衣卫传回的消息，高丽公主那日回到驿馆后，心情似乎很不好。不过赵玄机之子赵太来之前意外遇见了高丽公主金雪熙，便疯狂地迷恋上了她，日日寻找机会接近。因为她的身份，金公主也不敢不理她。走，换身衣服去驿馆见见金公主，也该给她个定性。金公主，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？这2日都不愿意见我。无论遇到什么事，在这京城1亩3分地，我定能帮你办妥。赵公子，别人不愿意见你，你怎么还死缠烂打的？是你到这来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来找金公主的。金公主连我都不见，会见你？除非你强闯。不过这可是关系到2国外交的大事儿，小心你的脑袋。我可不用强闯，金公主会自己请我进去。金公主啊，我是那日替你办事之人，现在事已办妥，特地前来告知。是你？你这个混蛋，你还敢来见我？等等，事情办好了，你快进来。这王八蛋到底是谁？我现在就回去喊人，今天晚上非搞死他不可。门外那位可是大前宰相赵玄机的儿子，连他你也敢得罪？一个纨绔子弟而已，我根本没放在心上。你有没有礼貌？你们大清自诩天朝上人，人人皆有礼数，怎么出了你这么个？咱俩都已经发生肌肤之亲了，还在乎这些虚头巴脑干什么？我不愿意你多说。你刚说事情办成了，太子愿意见我了吗？见太子嘛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他也难。你还敢戏耍我？这里可是驿馆，我们高丽使团也不乏高手。你信不信我一声令下，就把你捆在这儿？公主，听本公子说完。干什么？本公子想吃葡萄了，你喂喂。休想！我再落魄，也是高丽一国公主。你把我当谁？你的奴隶吗？那你想要见太子可就难了。金公主，你说你连最重要的清白都付出了，还在乎这点小事？西瓜都丢了，难道还因为这点芝麻功亏一篑？这才怪呢！你无耻！后天太子东宫设宴，邀请高丽使团觐见。真的？公主不信？谁知道你是不是骗我？你这个大骗子，连我的清白都骗走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那我给你看看这个。这玩意儿可做不了假，不然几个脑袋都不够掉。公主这下行了。这是我的请帖，快还给我！哎，公主，事情我已经办妥了，公主准备怎么报答你？你放手！公主，事情办好了，现在你想耍赖？谁赖账啊？你明明已经得到我了。哎，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。你昨天吃了饭，
今天就不吃了。更何况是公主这般的美味珍馐。本公子给你办事儿，办成了就是办成了，只此一次，终身服。可你就给了本公子一次，爽完了就没了。本公子不是吃大亏了？满嘴污言秽语，我不听。不听就不听嘛，反正你等会儿叫的会比本公子说的污言秽语多。无耻！当时我喊人了。你喊啊？你真敢喊人来看啊？本公子能让太子设宴，就能让宴会取消，信不信？恨你！恨到深处就是爱。王八蛋，给我滚出来！老子今天带了30多个人，全是军中的百战好手，今天你死定了！少公子，刚捡了一条命回去，现在又来生死问。狗奴才，少扯虎皮，赶紧叫你家公子给我滚出来！我家公子正在和高丽公主畅谈，来了兴致。今晚在这过夜也不是不可能，你说出来就出来了。来人，给我把这狗奴才双手双脚砍断，然后去把那个什么公子给我拖出来。我家公子料事如神，早料到你要找死，所以羽林卫也该到了。门外来了羽林卫百名战士，已经把你的人都拿下了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怎么可能？别乱动，不然你小命不保。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你居然敢拿刀对着我！你这混蛋，你究竟是谁？金公主，你怎么堕落至此啊？是不是这个混蛋逼你的？你告诉我，我赵太来发誓，我一定把他剁碎了，拖出去喂狗！大胆！休在这里大呼小叫！金公主，金公主，这下你满意了？哎，这个人真龌龊，非要我剥那葡萄给你吃，演给那个赵太来看。他父亲可是赵玄机。怎么，公主是担心我得罪了赵太，引来赵玄机的报复？算了，你这个人啊，自己想死，谁都拦不住。公主还是别担心我的为好，好好筹备一下后天的晚宴，想想怎么劝服太子殿下不用出兵。至于现在嘛，公主殿下，你就再陪本公子好好乐乐。你怎么还能行啊？因为我年轻，身体好。慢点，轻点。真舒坦。三毛，走，去看看九皇子和王腾焕赈灾赈的怎么样了。太子爷，您慢点，奴才给您引路。太子爷，前面就是周棚，正在施粥。过去看看。粥好，好粥好，粥好。马镇长，排队。大人心情好，大人能再给点吗？你别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大爷心情好吧，再给添点儿。我儿媳妇都病得动不了了，她肚里还有孩子呢，那可是我们全家唯一的种，再给添点半勺东西呢。哎，不是我说，你个老不死的东西！九皇子殿下允视你们这些贱民，你们不感恩戴德，还嫌少！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？我只是想给我的儿媳妇和我未出生的孙子掉点粥啊！活该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快点！不是你谁啊？这还算是粥吗？米粒没有几颗，里面全是水，还有石子和沙子。你们这些混蛋就这么赈灾的？混腻歪了！我告诉你，这可是九皇子殿下代表朝廷的赈灾。不是，我说你小子，你来捣蛋的吧？想死吧你！
还想死的是你啊！10万两雪花银，换来的就是这些银沙。我今天不杀个血流成河，你们这些狗官都不知道什么叫怕！老臣王腾焕见过太子殿下，不知太子殿下为何出现在这里？臣弟见过太子殿下。一群人费尽心思给你捞个博名声的机会，你就是这么给我博的？赈灾是你这么赈的吗？太子殿下，臣弟不拜。不明白？好，那我今天就让你看个明白。过来！沙子比空壳多，空壳比谷粒多，你就是这么代表朝廷赈灾的？来，你给我喝一碗这粥看看。太子殿下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这些都是他们安排好的，我只是过来露个面，接受灾民的感激罢了。这个废物，天底下怎么有如此胆小蠢笨之人？太子殿下误会呀！这粮食实在难买，有钱都买不到毫米，臣也是无奈之举呀。太子，这米再差，总比那草根树皮要好啊！好一个比草根树皮好，好一个有钱也买不到毫米。你是把本太子也当做九皇子这种蠢货任你欺骗吗？京城附近的粮价早已恢复正常，什么样的毫米买不到？你拿这种垃圾来滥竽充数，肥的是你自己的腰包，毁的是朝廷的名声。来人，把这个混蛋给我拖下去砍了！太子且慢，这赈灾不只是粮食，其中有很多千头万绪。臣百忙之中出了一些纰漏，也是情有可原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太子殿下如此苛责百官，丝毫错误都容不得。百官以后还如何做事？百官不做事，朝廷如何运转？好狗，你闭嘴！你竟敢如此侮辱老夫！侮辱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少在这里跟我装腔作势！你最好祈祷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。否则，你这个狗头我要定！今天，本太子就要一查到底，谁在这次赈灾之中有贪墨的行为，谁都难逃一死。来人，把负责赈灾的官员都给我抓过来，我要一一审问。太子这是要大动干戈啊！殿下，此事细干重大，这里实在不是审问的地方。如果你要查，不如先回朝廷。把相关人等抓去刑部发落，此后三司会审。三司会审？三司都是你们的人，能审出什么来？啊！三毛，所有人给我押回大牢严刑拷打！太子，你这是在与整个朝廷作对！老匹夫，你找死！身为大前的臣子，居然敢说我一个监国太子挑衅朝廷？怎么，这朝廷是你这个狗东西的？太子，你竟敢如此欺辱老臣，我与你誓不罢休！好啊，好一个誓不罢休！你是在威胁本太子？如此看来，你更是万万留不得了。来人！王腾焕，你是要造反了？太子，你可别血口喷人啊！老臣忠于皇上，忠于朝廷之心，日月可昭，天地可见。而你只是一个太子，还没登基呢，行事就如此狠辣霸道，丝毫不顾忠臣的感受。就你还是忠臣？忠臣会拿着刀对着当朝太子吗？老臣这是逼不得已，只能自保。等回到京城，必要联合朝廷大臣上书，让你放下这监国之权。你不要以为你在监国就能视百官如无物，在这朝廷上有许多像老臣这样的忠良人士，
断然容不得太子你胡闹。老匹夫，你说本太子霸道狠辣，那今日本太子就给你霸道狠辣看看。三毛，把这个狗东西给我拿下！如敢反抗，视为谋反，株连九族。我倒要看看王大人这种不忠不义之辈，是不是连株连九族都不怕？不想死的话，就乖乖把刀给我扔掉，跪下，否则，咱家保证，不但你得死，全家都得死。把王腾焕给我拿下！太子，你执掌监国，却对朝廷重臣煽动兵革，你就不怕寒了天下士子的心吗？下士子，你便能代替得了天下士子吗？况且我问你，这天下的根基是什么？是那些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、满嘴仁义道德，得了官士之位之后就疯狂敛财贪墨的士子吗？王腾焕，我告诉你，这天下的根基是那些百姓，是那些你看不起、瞧不上的泥腿子，一年年辛辛苦苦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百姓。让你们来赈灾，你们却根本不把这些百姓来当人。今天，我就先用你的狗头来祭奠那些无辜枉死的百姓。之后，这次赈灾涉及贪墨的人员，全部都回去陪你。拖下去，杀了！太子，你不知死活，丞相大人不会放过你的！丞相大人不会放过你的！啊！让你来赈灾，你却被这群贪官污吏耍得团团转，真是把皇族的脸面都丢尽了。自己滚回去，领30大板！滚！公主，你到底有没有想好，待会儿怎么说服大千太子出兵帮我们呀？只能试一试了。送上那柄剑，希望能引起大千太子的兴趣。就这一柄剑，真的能行吗？山鹰，你不懂，那是大前太祖皇帝的佩剑。相传这大前开国之时藏了一笔宝藏在高丽境内。这大梁龙血就和那宝藏有关。大前皇族不会无动于衷。金公主在聊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疯了！这是皇太子的宴会，他人还没动，你先吃了。东西摆在这儿还不让人吃了？再说我渴了饿了还要忍着呀。放心吧，咱们太子殿下人很好的，一点也不小气。胡言乱语也要分场合，你这么放肆，不要命了？金公主是不是爱上我了？这么快喜欢啊？你要死啊！在这里胡闹，被人看到了，麻烦就大了。怕什么？他们人都还没来呢。再说了，有我在，你别怕。求你了，你别乱来了。等宴会结束了，你想怎么样都行。这宴会对我很重要，我不能失礼。好，我不乱来。但是你可答应我了，等宴会结束了，怎么样都行。你无赖！无赖怎么了？无赖能帮你办成事儿，那就是很了不起。你求了那么多高官，还不是收钱不办事儿？哎，对了，宴会结束之后别走，教你点新的。你全是污言秽语，我才不听你！哎，那可是皇太子的位置，你别胡来！宣宰相与大将军进殿。干哪去？那是皇太子的主人，你别胡来！宣宰相与大将军进殿。他居然是太子，这个贪婪好色的家伙，居然是大秦的皇太子，这怎么可能？金公主，为何如此看着本太子啊？太子殿下，太子和我一位朋友长得很像，一时失礼了。哈哈哈，
殿下英武非凡，藩邦小国的公主一眼就迷住了，也是正常的嘛。之前没看出来，这家伙还真会拍马屁。罢了，都坐下吧。高丽使团千里迢迢来到京城，恐怕是有要事相商。但父皇龙体欠安，我代父皇招待诸位。金公主有什么事，可以和本太子说。和本太子说。高丽使臣金雪熙有国礼一份，献给陛下。好剑呐！将军果然是识货之人。此剑名为大梁龙雀，是大前太祖之佩剑。此剑名为大梁龙雀，是大前太祖之佩剑。高丽王室偶然所得，正要追寻其根源，国内就爆发了战乱。高丽不敢藏此国之重器，特献与大前，希望完璧归赵。这天底下，只有大前皇帝和太子殿下能配得上此剑。好，拿来。好剑，我代父皇感谢金公主所赠。恭喜殿下得太祖佩剑，必得太祖庇佑，我大前必文武昌盛。太子的运气太好了，居然拿回了大梁龙雀，这简直是让他的地位更加稳固。不行，太子不能留。太子殿下，金雪熙有一事相求。但说无妨。1个月前，东瀛倭寇数百艘战船登陆我高丽海岸，进攻我高丽国土。高丽国力虚弱，不敌倭寇，节节败退。那些倭寇生性残忍，所到之处烧杀劫掠，无恶不作。我高丽已经濒临亡国，特求大前能够派兵援助，还我高丽一个公道。宰相、大将军，对于此事，你们怎么决断？启禀殿下，老臣以为此事不能答应。第一，国内天灾连年，对朝廷而言，最要紧的是赈灾。第二，兵卒一动，便花出大量的真金白银。可是现在国库空虚，百姓疾苦，根本没有能力去支撑一场长久的战争。金公主，宰相所说也是事实。现在大前自顾不暇，若是轻易出兵高丽的话，恐怕也是支撑不起啊。太子殿下，我们承诺，如果大前愿意出兵，出兵的花费由我高丽王室承担。另外，如果大前愿意出兵，我们保证会找到太祖宝藏，献给大前。太祖宝藏？太祖宝藏？金公主，此事当真？没错，传说中太祖宝藏就藏在高丽境内。此次发现的大梁龙雀，很有可能就是太祖宝藏中的一部分。我们已经打算寻找太祖宝藏了，本来已经有些眉目了，可是就被战乱打断。殿下，若太祖宝藏属实，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到。据说当年太祖宝藏是太祖留给李氏子孙救国之用，里面藏有兵甲10万，金银珠宝无数。若寻回宝藏，大前如今的颓势完全可解呀。大将军言之有理，消失了300年的大梁龙雀现世，那宝藏之事恐怕10有8九也是真的。宰相大人，此事你怎么看？如果真让太子找回太祖宝藏，他的势头简直可以压过洪绍。到时候
谁还能阻止他继承大统？启禀太子殿下，为了缥缈的太祖宝藏远征高丽，老臣以为实属不智之举。大前今年积弱，大草原上的匈奴虎视眈眈。我们一旦被卷入高丽这场战争，无论是胜负，我们都会元气大伤。到时匈奴袭来，我大前还是危在旦夕呀。还请太子殿下以黎民百姓为重，以江山社稷为重，暂时休养生息，不要与强敌血拼。好，好，好，宰相大人说的非常好啊。可是宰相大人，你似乎忘了一件事：我们大前的江山，从来不是靠委曲求全得来的，而是先祖手持大梁龙阙，于金戈铁马之中一步一步打上来的。那东瀛倭寇欺我们大前边海多年，多少百姓惨遭屠戮，多少儿女惨遭蹂躏。倭寇远居于海中，尚能如此的侵略骚扰。那如果真的被他们攻占了与我大前接壤的高丽国，那岂不是卧榻之侧找了只豺狼酣睡吗？唇亡齿寒。高丽虽小，也是我大前属国；东瀛虽弱，却是狼子野心。现在如果不趁其弱小将其灭杀，难道要等到他不断壮大，直到不得不打时，才与其决一死战吗？如今寒冬，草原上冰天雪地，匈奴自顾不暇，此等乃是我之天赐良机。宰相大人，请问你想等到来年春暖花开，同时承受匈奴与倭寇的左右夹击吗？所以这一战，我们没有任何退路，打也要打，不打也得给我打。从现在开始，但凡有人反对出兵高丽者，皆以叛国罪论处。殿下英明神武，微臣愿领兵杀尽倭寇，夺回宝藏。好，大将军果然忠肝义胆。出兵高丽之事，就由大将军全权负责，各部门必须配合。1个月内杀尽倭寇，寻回太祖宝藏。微臣领旨。臣等遵旨。太子绝不能动，必须要让赵律动手了。有东西，待寻回太祖宝藏，这是杀你之日。